看外表并不肤浅，内在跟外在兼具也很好。皮肤只要健康、干净、透亮啊，就是最好的化妆品。那这集影片啊，跟你分享皮肤保湿透亮的美肌饮食。欢迎回到一群营养师，给生活加点营养。想要肌肤光泽透亮啊，就得把皮肤养好，保持皮肤健康的状态。那健康的皮肤是什么样子呢？光滑的、完整的、保湿的，而且是循环良好的。想要拥有健康发光的肌肤啊，我们要从内在饮食保养做起。注意看看你的皮肤啊，是不是有以下的状况？那可能就是因为缺乏营养素造成的哦。第一个，如果皮肤粗糙、干燥或是脱皮啊，而且容易瘙痒或是敏感，那可能是缺乏必需脂肪酸，让皮肤的屏障有破损。那这样就没有办法防止皮肤的水分流失。那第二个啊，如果你有胎毛变多，可能是由于你慢性营养不良，或是体脂肪太低，那在脸部啊、手臂或是背部都可能出现细毛。那这样是用来维持体温跟避免热量散失。如果你皮肤苍白啊、蜡黄、没有血色，那可能是因为 B 群跟铁质摄取不够，导致贫血的问题。那贫血呢，就会让氧气输送不足，这样子你的脸色就会比较苍白跟蜡黄。那如果你的皮肤啊容易淤青，或是出现一些紫色的斑点，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C 或是维生素 K。那缺乏维生素 K 呢，就会影响到凝血功能，导致皮肤啊因为轻微的撞伤或是创伤就容易淤血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C 的话，会让血管比较容易破裂，导致皮肤容易出血，出现小小红色的斑点。那如果有皮肤水肿的问题啊，可能是因为你蛋白质摄取不够，变成蛋白质营养不良。那这样呢，体内的液体就会不平衡，因此会发生水肿，尤其是下肢会容易肿胀。那如果你伤口愈合的很慢啊，那你可能就是缺乏蛋白质、维生素 C 或是锌，缺乏这些营养素啊，就会阻碍到皮肤修复跟再生的过程，伤口愈合就会变慢。那如果想要皮肤保湿有光泽啊，还有皮脂分泌正常，不会像表姐说的中东油田一样，就是有大出油的状况，下面这3个营养素要吃够哦。第一个是 Omega 3的脂肪酸，第二个是维生素 C， 那第3个钙质。Omega 3脂肪酸呢，它可以保持皮肤的那个油脂的保护层，防止水分的流失。那皮肤保水啦，看起来就比较光滑不粗糙，水润有光泽，而且触感会比较柔软。那同样啊，会影响皮肤保水的营养素还有维生素 C 跟钙。维生素 C 啊，可以增加我们皮肤中的神经酰胺。那钙质呢，它可以促进皮肤角质细胞的合成。那皮肤角质细胞的完整啊，跟神经酰胺都可以帮忙把水分留在皮肤的角质层上。Omega 3跟钙质的来源有高油脂的鱼类，像是青鱼、鲑鱼、秋刀鱼，还有亚麻仁籽、亚麻油，还有乳制品、坚果、绿色蔬菜跟豆干等等。再来，如果你想要皮肤均匀透亮的话啊，下面这3个营养素就不可以少：维生素 C、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E。 那维生素 A、C、E 啊，都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力，可以防止氧化压力对我们皮肤的伤害哦。那维生素 A 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皮肤的那个角质细胞代谢，还有调节皮肤油脂的分泌，所以它可以让皮肤肤色比较均匀、清澈跟透亮。那维生素 C 啊，是促进皮肤的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，因此有了维生素 C 之后啊，就可以保持我们皮肤的弹性跟紧致。那维生素 E 呢，可以对抗紫外线跟自由基的伤害哦，所以呢，就是可以让皮肤比较不容易发炎跟敏感。那维生素 A、C、E 的来源有胡萝卜啊、南瓜、柑橘啊、甜椒啊、花椰菜、深绿色蔬菜、坚果、鸡蛋、鱼类等等。那最后，如果你想要脸色红润有活力的话啊，我们会需要这2个营养素来帮忙。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，还有第二个是铁质。那 B 群除了帮助造血之外啊，比较不会容易让脸色苍白跟蜡黄。那维生素 B2 跟 B3 啊，还有被称为美容维生素的 B7 生物素，都可以帮助皮肤抗氧化，还有促进角质细胞的更新，因此可以帮忙均匀肤色。再来，铁质啊，可以帮助血液中的氧气输送，确保皮肤细胞有足够的氧气供应，这样就可以促进皮肤的活力。那 B 群跟铁质的来源有像是豆类啊、糙米啊、燕麦啊、坚果、黑豆、深绿色蔬菜，还有猪肉、猪血。那你知道肠道益生菌啊也会影响皮肤健康吗？这也被称为肠道皮肤轴，简称肠皮轴。那肠道的益生菌呢，能够调节皮肤的老化、干燥，还有色素沉淀等等这些问题。那就有研究发现啊，益生菌啊可以增加我们皮肤中的神经酰胺，让我们皮肤的保水度增加，而改善皮肤干燥的问题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益生菌也可以抵抗紫外光对我们皮肤造成的老化伤害，改善皮肤的光泽跟弹性。那要如何增加肠道中的好菌呢？
简单来说就有4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吃纤维多的食物，像是蔬菜啊、水果啊、全谷杂粮类跟豆类等等。那纤维呢是益生菌的养分，可以帮助益菌在我们肠道里面生长，而且益菌代谢纤维之后啊，可以产生一个物质叫做短链脂肪酸。那短链脂肪酸呢就可以帮助肠道抗发炎跟调节免疫系统。那第二个增加肠道好菌方法呢是多吃含有益生菌的食物，像是无糖优格啊、无糖优酪乳，或是直接补充益生菌，都可以增加肠道好菌的数量，而且要多吃不同的菌种，而并非单一的菌种哦。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肠道的菌种的多样性更好。那第三个呢就是减少精致高糖的加工品，相较于纤维是好菌的食物啊，那精致高糖的加工品啊，它们就是坏菌的养分了。如果你经常吃精致高糖的加工品啊，就会让坏菌容易生长，导致肠道菌丛的失调。那因此呢，我们要少吃高糖的加工品。那第4个方法呢是运动跟舒压了。适当的运动跟做好压力管理啊，就可以帮助肠道好菌生长以及维持菌丛的平衡。那如果你是爱吃糖啊，或是经常吃高温烧烤、油炸的食物，要特别注意哦，要特别留意糖化终产物所造成的皮肤老化哦。糖化终产物简称 AGEs， 它是由葡萄糖跟果糖啊，跟蛋白质、脂质所反应后形成的化合物。那它颜色就是有点像焦糖色、棕色，就是前一阵子开始流行起来的美拉德色。美拉德反应啊，也就是梅纳反应，它就是糖化终产物形成的主要途径。那人体中呢，其实也存在着许多糖化终产物，那皮肤中检测到的糖化终产物啊，大概有20种左右。那高浓度的糖化终产物呢，会导致发炎，还有细胞损伤跟老化。那皮肤中的糖化终产物累积啊，就会容易产生皱纹，还有肤色泛黄跟皮肤暗沉。从外在减少糖化终产物的摄取啊，有饮食，还有吸烟，还有紫外线跟空气污染4个方面。那饮食方面呢，如果食物经过高温烹调，像是烤、煎、炸，那它们就会发生梅纳反应，然后会产生大量的糖化终产物。所以饮食中减少高糖跟高脂肪的食物啊，还有多摄取抗氧化的植化素，像是多酚类啊、类胡萝卜素，都可以减少糖化终产物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累积。我们常常听到啊，要睡美容觉，到底睡觉真的有美容的作用吗？答案是 yes。经常晚睡或是睡眠不足对皮肤有什么影响呢？那一般我们认为啊，超过晚上11点入睡就是属于晚睡。那有一个研究就发现，随着就寝时间越来越晚啊，皮肤的保湿程度就会逐渐下降，那油脂分泌量呢也会上升。那睡眠不足呢，也会让皮肤看起来更苍白或是蜡黄，眼部周围啊也会有轻微的水肿状况，所以导致黑眼圈就会看起来更严重。那因为睡眠的时候呢，可以让细胞修复跟更新，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啊，就会导致皮肤细胞代谢障碍，脸上就会透露出疲劳的迹象哦。想要养好皮肤啊，就简单从以上所说的吃好、睡饱、多喝水、少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做起。那你也有什么养皮肤美肌的饮食小撇步吗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那希望今天影片有帮到你，记得分享给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别忘了订阅给生活加营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